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这是一个飞利浦的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我们做了好几期视频了。我们看一下后边，这个呢是一个单片机，它的电源呢是这个12伏，再通过一个3极管稳压成5伏之后给单片机供电。今天呢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驱动。这个单片机呢它是一个遥控的单片机，它是通过外部的红外线接收管接收的信号经单片机处理以后，通过2个引脚输出 PWM 信号，然后控制我们这2个横流源芯片。这2个横流源芯片的2角呢就是受单片机发出的占控比控制来调节亮度的。今天呢我们主要看一下这部分电路，它设计的非常的合理，而且非常的安全。首先我们来修这个灯。现在呢它的输入部分这个保险折了，然后内部我们看这个整流桥的两端是短路状态，很显然 PFC 功率管短路了。这个是 PFC 功率管，我们看它的山极和漏极没有问题，原极和漏极短路了。然后这端它的开关电源功率管同样是漏极和原极短路了。下面我们先排除，一般呢功率管击穿都是因为芯片损坏造成的。下面我们把功率管换掉。好，首先我们把功率管卸下来了。这个是 13N50， 是 PFC 功率管。我们看它的漏极和原极击穿了。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功率管，这个是开关管，它的漏极和原极同样被击穿了。这个灯损坏的原因呢，据用户说是漏水，然后进到灯板里了，所以呢这个电路损坏了。我们看这个 PFC 原极的电流取样电阻没有烧断，证明我们这个保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另外我们看功率管原极接地的电阻应该也没有损坏，都是正常的。功率管卸下来了，我们插电看看是否还有短路。我们发现这个位置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板糊了，电阻烧毁了，然后呢这个芯片对地短路。下面呢我们把这个芯片更换掉。好，板处理干净了，我们插电再测试一下，看看是否还会打火。没有问题了，芯片也卸下来了。下面我们给它更换新的芯片。我们大家都知道更换的芯片是 FAN6921。下面我们看，现在呢它的开关电源已经有信号输出了。现在 PFC 没有信号输出，证明当开关电源正常工作以后 PFC 才能输出。下面我们把开关电源的功率管给它换上。好，开关管换完以后，我们现在后边已经输出正常电压了。我们看28伏，后边的横流源输出25伏，这端这个是没有输出的。下面我们把 PFC 功率管给它换上。好，到这里我们就修好了。我们量一下输出电压28.11伏，正常。我们再量一下 PFC 电压， PFC 电压在390伏左右，就是正常的。387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灯上这个电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 MCU 是一个电器的心脏，如果 MCU 坏了，由于大多数人都不会写程序，所以说呢这个板就会报废了。这个芯片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外部的红外线接收管接收红外线遥控信号以后，通过这2个引脚，然后通过这个2极管和这个2极管输出以后，这个位置有一个上拉的 10K 电阻，分别接2个端子，也就是2个 10K 的电阻。上拉呢是接5伏的，然后呢再通过一个2极管和这个2极管接这个3极管的基极，
这个3极管的发射极是接我们这个芯片的 FB 端，也就是 PWM 信号控制的调光端。它的极电极是接5伏的。这个3极管的基极接这个2极管的负极，同时对地有一个分压的 68K 电阻。这个3极管的基极是接这个2极管的负极，同时对地有一个 68K 的电阻。它的发射极就是接我们芯片的二角，也就是接我们恒流源芯片的二角进行调光。这个电路呢设计的比较安全，下面我们看一下图。这段就是红外线接收管输入的信号，通过这2个引脚来控制我们的恒流源芯片进行调光。首先我们看这个2极管，然后通过这个 10K 电阻上拉以后，当我们 MCU 输出低电位的时候，那么它就把这个位置的电压拉没了。输出高电位的时候，这个2极管反偏截止，那么这个位置输出的也是高电位。这个对地呢有一个 68K 的电阻，同时呢这个信号呢加到这2个3极管的基极。很显然，如果万一这边的20多伏的电压加到了这里边，那么由于2极管的反偏截止的作用，所以呢就不会加到 MCU。所以说呢，这个隔离电路设计的非常的好。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